你有没有发现，现代人最怕的不是没钱，而是被拒绝。投履历已读不回，告白谢谢你是好人，传讯息对方在线却不回，连吃饭都看到今日客满。更可怕的是，有一天你祷告，感觉天空像自动回复，您的讯息已送出，请耐心等候。心里开始怀疑，神是不是把门关起来了？今天的以西结书44章一开始真的有一扇门呢。神带以西结来到圣殿东门，却说这门必须关闭，不可再有人进入。等一下，不是一直说神会开门吗？怎么先关门啊？然后呢？原来神不是随便关闭，而是因为他的荣耀曾从这里进入，所以这门被分别为圣，不再当作普通通道。这是不是很像人生啊？我们拼命求神开门，神有时却说这一扇不行，我们立刻开始怀疑，是不是我祷告不够？是不是神不爱我？其实有些门关起来，不是拒绝，而是保护。就像小孩一直想摸插座，爸妈把保护盖装上，小孩觉得自由被限制，爸妈却知道再晚一步可能就触电了。很多年后，我们常会发现，那份没录取的工作，那段没成功的感情，那个失败的合作，竟然成了神最温柔的保护啊！可是故事还没结束哟。接着神开始责备以色列人，他们不把敬畏神的人带进圣殿，只在乎宗教流程，不在乎生命是否改变。翻成今天，就是很多人的信仰只剩下打卡，聚会有到，敬拜有唱，奉献有投，圣经放车上，祷告只剩一句，主啊，保佑我。真正的人生老板还是自己。这就像办了健身房会员，买齐运动装，天天拍限动，结果跑步机变晒衣架。神不是看宗教表演，而是看人的心。然后更大的转折来了，神提到那些曾经跟着百姓拜偶像的利未人，他们不是完全被赶走，而是仍然可以服侍，只是不能像以前那样亲近神。很多人会想，神是不是太严格？其实不是，神是在提醒我们，每一个选择都会留下影响。神会赦免，但不代表每个后果都立刻消失。就像闯红灯被开罚单，就算警察原谅你，罚单还是要缴。最大的代价不只是受惩罚，而是慢慢失去与神亲近的关系。很多人的属灵生命就是这样，不是突然离开神，而是一次偷懒，一次妥协，一次说谎，一次放纵，最后慢慢变成习惯。最很少用冲刺的，它比较像手机订阅，每个月默默扣款，等你发现时，生命早已透支。但感谢神，故事没有停在责备，神又提到另一群祭司撒督的子孙，当大家都妥协时，他们仍然忠心；大家跟风，他们仍然敬畏神；大家只想讨人喜欢，他们选择讨神喜欢。因此神说，他们可以站在他面前侍奉他。注意，神给他们最大的奖赏，不是财富、名声或地位，而是更靠近我。今天如果有人说努力一点，我给你100万，很多人会拼命哦。但如果神说忠心一点，我让你更认识我，我们却常常没有感觉耶。因为我们容易把神当提款机，而不是生命本身。可是当你真正经历神，就会知道平安比薪水珍贵，同在比掌声重要，方向比速度更有价值。所以再回到那扇关起来的东门，人生有些门关了，不代表神不要你，
有些机会没了，不代表神忘记你；有些人离开了，不代表神亏待你。很多时候，神是在保护你的生命，也提醒你不要一直寻找新的入口，而是先回到他面前。因为真正改变人生的，不是走进更多机会，而是走进神。金句：人生最大的祝福，不是神替你打开所有的门，而是无论哪一扇门关上，你都仍然住在他的同在里。